走，慢点吃，别抢，都给我吃的胖胖的。我和慧慧的幸福人生可全指望你们这帮家伙了，都争点气。有良，先别忙活了。小姑，今天运气好，猪肉都卖完了。这是这个月的分成，你数数。小姑，这数不对吧？当初说好的，我出场地和资金占70%，这袋子里满打满算也就30%。有良，我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这事儿。这分成变3成的事儿，是你的意思，还是姑父的意思？我们老两口是一家人，当然是一个意思。有良，你爸妈走得早，我和你姑父就是你最亲的人，亲戚之间不兴这么一分一厘的算。你占了便宜，传到街坊邻里耳朵里，你这名声也不好看，对吧？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答应我爸的吗？开门，还钱，快还钱，还钱！建国，这是5000块，拿去把债平了，以后别再碰赌博了。哥，救命恩人啊！哥，我们全家都不会忘的。我这辈子、下辈子都记着这份恩。有良他妈走得早，这孩子我一个人带大，吃了不少苦。我走了，他这世上就剩下你们2个亲人了。我一定把有良当亲儿子，只要有我一口吃的，我就绝对不会让他吃亏。文秀，有良交给你了。别管这陈芝麻烂谷子的事，陈有良，你少在这装可怜。当初你爸是帮了我们，可我们在你这猪场里当牛做马，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别哭了，哭什么哭？欠你哥的那些，咱们吃了这么久的亏，帮他干活少拿的钱，早他妈还清了。有良，你也别怪姑父心狠。你看看我和你小姑一大把年纪了，整天在这猪圈里起早贪黑，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咱家这买卖全靠我们2口子出力气，这甩手掌柜也不是你这么当的吧？我是甩手掌柜，姑父，你是不是忘了，猪场这块地是我磨破了嘴皮子，在县里跑了整整1个月才批下来的？还有那些猪仔，你以为人家凭什么低价卖给你？那是钱主任看在当初和我爸老战友的份上，看在我的面子上给的关照，没我这份人情，你连猪毛都摸不到。你们睁大眼睛看清楚，这是这1年猪仔的进价、饲料的差价，还有每次防疫的费用，我一共给你们省了多少钱？自己垫了有多少？别给我整这些虚的，跑腿、动嘴皮子，这种事儿谁不会呀？成，既然你觉得委屈，那咱也别废话了。你不是说你出钱了吗？这是2000块钱，这是今年的租金、采购猪仔的钱和这段时间饲料钱都在这儿了。拿上这些钱，这猪场以后跟你陈有良半点关系都没有了。小姑，你也觉得我是那个只会动嘴皮子的外人？好一个一家人。刘建国、陈文秀，钱我收下了。既然你们觉得自己能耐大，那从明天起，这猪场的一草一木都跟我没关系了。我倒要好好看看你们怎么亏得血本无归。建国，有良这回好像是真的生大气了，你说咱是不是把事情做绝了？哼，他那是年轻气盛，使小性子呢。等过几天他在外面撞了墙，气消了，自然就回来乖乖服软了。到时候再谈分成，主动权可就全捏在咱们手里了。建国，要不我还是去找有良好好说说吧，毕竟是一家人，闹得这么僵，我哥在那边看着也寒心啊。你去说什么？去给他低头，去求他回来？你这不是上赶着让他以后更拿捏咱们吗？有良啊，这大冷天你在门口杵着干啥？周叔，以后这猪场的事儿我不管。建国啊，我刚才在门口碰见有良了，他说他不管这儿了，这怎么回事啊？嗨，小孩子闹脾气呢，不管就不管呗，这猪还能饿死不成？你们叔侄俩的事我不掺和，但有良不管事了，这防疫的事你自己可千万得记着点。这几天刚变天，这季节的猪瘟拖不得，该打的针一针都不能少。知道了，老周，你也是老本行了，这猪好好的能有啥事儿？行了，您忙去吧。呸！这么久了，老子养的猪就没出过什么事儿。防疫啊，真钱那么贵，这老东西就是想趁火打劫，从老子这儿骗钱。没门！钱主任忙着呢，您看这新一季的猪仔指标，建国呀，指标的事儿今年别想了，早分完了。分完了？主任，连一头都没有了？往年这时候有良来一趟，今年庄稼收成不好，肉价眼瞅着还要涨，上面的指标卡得死死的，一头都没有。你要是真急着要，去县城那几个私人大猪场走走看。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那边的价格起码比指标价翻1倍。刘老板，这批苗子可是我从隔壁省弄来的，虽然来路杂了点，但胜在有现货。你要是想要这个数，这比有良以前拿的价格贵了1倍还多，这涨成了还有利润吗？嫌贵？现在全县没苗的人多了啊，那些私人大屠场都紧着呢，你不要，后头排队的人多的是，这可是发财的机会。
这都半夜了，那个新猪仔的事儿到底怎么样了？快了！你操心这么多干什么？从明天起，猪场的饲料换成王家屯那个小作坊的，那家的豆饼掺了糠，价格便宜一半。可是以前有良买的都是全价料，猪崽吃了长得膘肥体壮，极少生病。要是换了差的，长不出膘来咋办？要不找他干什么？去给他低三下四的认错，让他看咱们笑话。咱们把成本降下来，等行情一涨，咱们能挣到之前的好几倍。这几坨怎么回事？看着没精神啊，连叫都不要喊一声。刘老板，今年能弄到货就不错了。这些苗子虽然长相一般，但骨架大，只要喂足了料，哪有不长肉的？你这品质比我预想的差远了，这价格能不能再压下3成？压价？后头还有3家等着要呢。也就是看你家有良的面子，我才先可着你，爱要不要？不要我拉走。成，我要了。建国，这批猪品质怎么跟以前差这么多？毛都炸着，还有几个蔫头叨脑的。路子我找好了，价格也谈妥了，你少操这没用的心，把槽子填满了，好好喂就行。建国，不对劲儿，那批新猪崽有几头在发烧，咱们得赶紧去找老周来看看，别是带了病回来的。找老周？你知不知道这个月咱们进了多少猪？手里的活钱全都砸进去了。老周上次专门提醒过，这季节拖不得，万一要是猪瘟……什么猪瘟？别在这儿咒我！以前有良在的时候，也没见出过什么问题。老周那老东西，他那是盯着咱们的腰包呢。防疫一做，又是几十块、上百块出去了。咱们现在要的是规模，要的是钱。你还想不想换县城带院子的红砖房了？建国，这猪身上怎么长紫斑了？这不会是猪瘟吧？胡说什么？什么猪瘟？这就是换了新饲料。这几头猪肠胃弱，还没吃惯，闹腾2天就好了。去，弄点温水来，死不了。我看他们就是娇气。吃了就好，吃了就好。这可是老辈儿留下的方子，什么病都能治。有粮能养活，我也能养活。听说了吗？建国家里出大事了，养的猪成片成片的倒，准是得瘟了。要是有良在这儿，哪能出这种事儿？人家有良以前的猪养的个顶个的肥，从来没出过岔子。就是，这刘建国真是心黑，没那个金刚钻，硬揽瓷器活，活该。闭上你们的臭嘴！那是老天爷不赏脸，关防疫什么事儿？谁再提陈有良，老子撕了他的嘴！建国，别折腾那些土方子了。老周，你说是不是天太热了，还是饲料里长毛了？你快给打一针，多少钱我都给。打针？现在打针有个屁用！这是急性猪瘟，不仅是防疫针没打齐的事儿，新进的那批苗子来路太杂，原本就带着病，你把它们跟老猪混养在一起，那些老猪也染上了。那现在怎么办？老周，你得救救剩下的呀，那全是钱。现在能做的只有彻底隔离，能保住几头算几头，看老天爷的意思了。老周，这些死掉的猪虽然长了斑，但肉还是红的，你说这真不能吃了吗？要是偷偷拉到外地集市……建国，你可不能做傻事儿啊！这病猪吃了，人指不定要出什么毛病呢。文秀，防疫的事儿，当时你是在场的，你劝劝建国别做傻事儿吧。你哥临终前把有良交给你，你可不能跟着建国一起犯糊涂。哭就知道哭，晦不晦气？这不还有一半猪没死吗？这些刚死的，咱们趁着天黑抓紧拉去集上，要是卖不出去，咱家就真的血本无归了。你听见没有？去把推车推出来。听说了吗？刘建国家里闹猪瘟了，听说猪崽儿已经死了一半，剩下的也悬。他为了图便宜买病猪，还舍不得打防疫针。他把开东厂这件事想得太简单了，总以为出把子力气就能赚大钱。你难道真的一点都不管了？那毕竟是你小姑。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快来瞧，快来看，新鲜的猪肉，最后几头猪出栏，便宜卖了，1块钱一斤，只要1块钱一斤。
哪能喊错？咱家今天杀猪杀得多，为了赶着回笼资金，不计成本了。大家伙看准了，手慢无。这刘拔皮平时1毛钱都不肯让，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这肉怎么看怎么不对劲儿。你们快闻闻，你们闻闻这肉到底是什么味儿？哎呦喂，这哪是猪肉味儿啊？这分明是腐烂的死老鼠味儿！大家听我说，这是今天早上杀猪杀的急了，猪血没放干净，大家回家拿开水加点姜片焯一下，焯一下就没味儿了。真的是杀急了，要不我再给每人搭一块肥膘。哼，放屁！你家放不干净血，能放成这样？大家都看清楚了，这皮上的紫斑，这就是得了猪瘟死掉的烂猪肉。跪钱！跪钱！你这个黑心肝的畜生，拿温猪肉来害大家！我国防御战，把他抓起来，不能放他走！你们胡说八道什么？别在这造谣！这肉是老子家猪场正常出栏的，这紫色这是猪皮天生带的，你们懂个屁！有的猪天生就长这模样，这是胎记！退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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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让开！防疫站检查。哟，王队长，您怎么亲自来了？这就是个误会。王队，成色不对，高度疑似急性猪瘟，得带回去做切片化验。刘建国，剩余的肉样我们要全部带走销毁，在化验结果出来之前，你摊位上所有的东西一律封存，不准再卖。把这个保证签歇了。呸！真是自作自受。以往在这摊位上卖肉的那个姓陈的小伙子，人家多会说话呀！见人先带3分笑，手里的秤杆子永远高高翘着，最是实诚不过一个人。谁说不是呢？陈家那崽子在的时候，咱这西极长街的名声什么时候臭过？这老狗倒好，一接手就弄来这一车瘟货，简直是把咱大吉的脸都给丢尽了。往后谁还敢来这儿买肉？黑心肝的畜生，活该被封！完了，一切都完了！刘建国，你给我把脑袋抬起来！今儿个你这是在公家的眼皮子底下顶风作案，把带瘟病的死猪肉往老百姓的嘴里送，你这是在图财害命！今天防疫站只是依法暂扣了你的摊位上的全部毒肉，我严肃的警告你，等县里的质检报告一出来，该交的罚款1分都少不了，听明白没有？都这个点儿了，老刘怎么还没回来？难道那一车病肉今天真的全卖光了？看来这死猪肉便宜卖，还真是有市场的，1块钱1斤，这利滚利的，老刘还真有两下子。还真卖干净了，这下发大财了。建国，你可真行啊，那么多肉一转眼就卖完了。建国，这是怎么了？这白纸黑字的是个啥呀？肉呢？钱呢？看肉刚摆上，就有人瞧出了斑。老张那混蛋，背地里叫了防疫站，肉样全被拿走了，还逼着我写了保证书。亏了这么多，那现在到底该怎么办？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心血啊！防疫站那边结果还没正式出来，只要结果一天没黑纸白字的贴到村口，就还有转圜的余地。猪瘟这事儿能不能压下去，全看防疫站最后怎么认定。要是那边能找到关系，送点礼，让他们在报告上写成普通病死，不是猪瘟，这摊子的封签就能解。文秀，你明天去镇上打听打听，看在老面孔里有没有防疫站认识的人，砸点钱走个路子。防疫站那种大衙门，我上哪认识人去？当初有良在的时候，这些人际交往全是他一个人在跑，他认识的人多。闭嘴！不许去找他！老子就算死，也绝不向那小兔崽子低头。要是能把栏里剩下那几十头活猪趁早脱手，换成现钱，至少能把高架苗的窟窿堵上一大半。隔壁镇上那个收猪的毛子，你还能联系得上不？联系个没！那人上次拿了咱的定金就没影了，留的那个老鼠子地址，我前天亲自去了一趟，压根儿就没这个人。咱是被骗了。
妈的，那就老子自己推车去隔壁镇的集市上卖。换个地方，方圆几十里没人认识咱两口子，只要价钱低，不信卖不掉。建国，那些活猪天天跟死猪关在一个棚里，现在有的已经开始拉稀了。那些猪现在真的还能卖吗？这要是吃死人，活的就能卖，活的跟那些已经躺地上的死猪能一样吗？只要他们还会喘气儿，那就是好肉。少废话，明天天不亮就跟我去抓猪。文秀，有良当时还小，他爸当年得病闭眼的时候，是不是把田契放你那里了？有良这几年整天在县城和外头跑，忙得脚不沾地，压根儿就没空回来看那块地。那地现在荒着也是荒着，长满了杂草。那块地是村口成色最好的熟地，要是咱们能那块地契押给镇上，绝对够咱们把眼前的所有窟窿都填平。等过几个月，猪场缓过气来赚了钱，咱们再把地契赎回来，原封不动的还给他。这中间一进一出，有良常年不回来，他压根就不会知道。不行，绝对不行！文秀，你听我说，这是咱们唯一的活路。那是我哥留给有良唯一的底子。刘建国，虽然有良不应该拿那么多分成，但是把有良踢出猪场，我已经够对不住我哥，对不住有良了。现在你还要去抵押他的地契，这个绝对不行。做人得留点良心。文秀，算我求你了，咱们除了养猪还能干什么？出场要是撑不下去，到时候咱两口子就得去要饭，这辈子就彻底完了呀！文秀，我和你过了大半辈子，我就求你这一回，就这一回，只要过了这个坎儿，以后这个家里什么事儿都听你的。你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成了，全成了，就算防疫站开罚单都够填了。行了，别整天拉着个脸了。你放心，有良那块地常年长满野草，他连看都不来看一眼，一时半会儿发现不了。等咱们把眼前的坎儿迈过去，手里一有了现钱儿，老子第一件事就是拿着钱去县里把地契赎回来，原封不动的还给他。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就当从没发生过。猪是活物，一旦遇上风寒、猪瘟，风险根本无法由人力压住，这种营生不是长久之计。如今市面上鱼货极其紧俏，价格比猪肉平稳得多，而且养殖周期短，见效快。有良，你看这深度成不成？再往下挖可就要见出水层了。大叔，顺着这个缺口往下挖，坡度要留出3指宽，匀水的时候水流才稳，不容易冲垮护坡。放心吧，有良，这点活出不了岔子。总算快好了。有良啊，先停停手里的活儿，叔有点事儿，得跟你说一声。莫叔，出啥事儿了？您直说。你家的地被抵押了。莫叔，是谁？嗨，是你小姑和你姑父。你姑父他们来交易的时候，一口咬定你也同意，说是家里急用。我寻思你们是一家人，也就没多想。但是听说你在捣鼓鱼塘，我才知道你们出了矛盾。莫叔，你先回吧，这不干你的事情，我去找他们。哟，有良来了啊！快进来坐，你小姑正烧水呢。我爸留给我的那块地，地契是你拿去抵押的。有良，你瞧你这话问的，充气这么大干啥？地契的事儿确实是有这么一回事儿，但你先要把事情搞清楚。那块地是你爸当年留下的不假，可你爸也没说是留给你的呀。你小姑是你爸的亲妹妹，一母同胞的亲骨肉。你爸在的时候，那块熟地你小姑没少跟着下地种庄稼，
凭什么临了了那块地就成了你一个人的私产了？你拿去县里抵押，上面的签名有没有写我的名字？合同是我和你小姑一起去县里签的，你小姑是你的长辈，是陈家的家里人，她签字代表的就是陈家，那就是合法的。你的意思是签的是你刘建国的名字了？陈有良，你这孩子说话怎么这么不讲情面？这段时间猪场出事儿，我们两口子已经亏得底朝天，连裤衩子都不剩了。你当侄子的不帮衬也就算了，这时候跑来跟我们死咬着一块荒地不复，你对得起你小姑这么多年给你们家操的心吗？写谁的名字能咋样？你小姑是你爸的亲妹妹，是我老婆，在这个家里她就有权处置那块地。你爸当年要是真想把地只留给你一个人，当初写地契的时候就该写得清清楚楚。他既然没写明，那这地就是他们兄妹两个人的，老子拿自家老婆的地去抵押，天经地义。你要干什么去？去县里举报，看看这地是不是真的就归你刘建国了。陈有良，你真要去举报？你非得闹得这么难看才甘心吗？一家人的事儿，你非要往外头捅，你自己不嫌丢人吗？丢人的不是我。有良，有良，你听我说，这地契的事儿，我承认，姑父这次做的确实不妥，没提前跟你打招呼。你现在也不急着动用那块地呀，你想想看，要不是你当初死活非要那7成的分成，把猪场的活钱全拿走了，事情会闹到今天这个地步吗？要是你当初退一步，给家里留点底子，姑父至于去县里抵押？我这也是应急。等姑父把难关过了，把手里的活猪一卖，赚了钱，立马把地赎回来给你就是了，何必非要闹到公家去，弄得大家脸上都难看。刘建国，你到现在还觉得我不应该要那7成的分成？那块熟地，老子带着帮工，在风里雨里刨了整整半个月，大鱼塘我已经全部挖好了，连云水的水渠老子都一笔一笔核对过，彻底挖通了。临县国营渔场的优质鱼苗，定金我前天就已经亲自交到了人家厂长手里，万事俱备，就等明天放水进塘。你两口子做生意亏了本儿，昧着良心把我爸留给我的地偷去抵押，现在反过来怪我，你还要不要脸？有良，有良，你先别走。有良，有良，你听小姑一句劝，你等你姑父把难关过了，他一定第一时间把地赎回来，好不好？是啊，姑父实在是没办法了，一家人我还会赖账不成？3个月等猪都出栏了，姑父就给你赎回来。这说到底，他就是咱们关起门来的家务事儿啊。你姑父那个人，你跟他过了这么多年，你还不知道吗？他就是个死心眼认死理的犟驴。你们两个今天要是这么在街面上硬生生的杠上了，到最末里谁都落不着好。听小姑的，咱回屋成不？小姑，你还记得我爸死前是怎么被人议论的吗？当年刘建国在外面赌钱，被人堵在院子里要砍断他的手，是我爸把棺材本和给我以后娶亲的钱全掏了出来，替他把赌债给填上的。你们本来就欠我很多了。那些年，我们父子2个人大冬天连一件没有补丁的棉袄都穿不上，赶集的时候连1碗1毛钱的豆腐脑都舍不得分着吃。那几年，我们爷儿俩吃了多少苦？村里人怎么骂我烂好人的，你当妹妹的心里没数吗？后来我爸得病闭眼的时候，家里穷得连一口像样的松木棺材都买不起，葬礼办得那么寒碜，连村头的五保户看了都直摇头。街坊邻里在背后戳着我的脊梁骨，骂我是个不孝子，骂了整整3年。如今你们是怎么对我的？把我辛辛苦苦做起来的猪场强行踢出来，侵吞我的心血。现在
又昧着良心把我爸留给我的唯一一块实地偷去抵押。小姑，你看着我的眼睛，你信他刘建国还是信我？3个月我等不了，我也不信你们3个月就真的能还我。有良啊，小姑给你磕头了，是小姑作孽，是小姑对不起你爸。可千错万错，他毕竟是你的亲姑父啊！你把他送进去，你让小姑以后怎么活呀？求你了，有良！哭，使劲哭，把喉咙喊破了才好呢。陈有良这死崽子从小就一根筋，可他骨子里最随他那个死鬼牢的，面子软心肠烂。陈文秀好歹是他亲小姑，他陈有良就算是有天大的本事，今晚也得在老子面前生生把这口恶气给咽回肚子里去。求求你，给我们点时间吧。有良，你真是同意了，好，真是姑姑的好大侄儿。刘建国，我给你3天，3天之内把我爸那块地的地契原封不动的赎回来。只要我看见地契，我当这件事没发生过。有良啊，小姑和你姑父3天哪能拿出那么多钱啊？小姑求你。你要是再帮他说话，我就当没你这个小姑。3天，他红口白牙一撅屁股说3天，老子现在上哪儿去弄那笔钱来赎？那块地抵出来的现钱，前天一拿到手，早他妈全填进猪场里去了。现在叫老子变出来，老子是神仙吗？你看看你这好大侄子，真是冷酷无情。除非去借。找谁借？这10里8乡的，谁还能借给咱钱？西村头，老瘸子。不行，那绝对不行。那老瘸子放的可是要人命的高利贷，驴打滚，利滚利，进了他的账本，一辈子都别想拔出腿来，那是往火坑里跳啊！建国，那你说怎么办？陈有良那死崽子眼神你没瞧见？你前天晚上给他下跪，额头都磕出血来了，他有半点心软的意思吗？你想拦，你拦得住他去县里吗？你不想他明天一早就去公家捅马蜂窝？咱眼下除了找老瘸子，还有第2条活路吗？有良，这是小姑这些年1分1厘攒下来的私房钱，不多，这里面统共就360多块。你先拿着，你数一数，看看距离去县里赎地契还差多少，差下的数，小姑就算去要饭去借，也一定给你想办法凑齐。你别去举报你姑父，成不？小姑，这钱刘建国知道你拿来吗？不知道。这是我这些年喂鸡卖干菜攒下来的私房钱，他不知道。小姑，这钱我是不会收的，而且也远远不够。小姑，今天咱们坐在这儿，先不提地契的事儿，就跟你拉扯别的。小姑，你跟刘建国在同一个屋檐下过了这么多年，你摸着自己的良心说，你觉得你这日子过得怎么样？还能怎么样？这天底下的2口子，日子嘛，还不都是这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凑合着过？小姑，我今天跟你说一句掏心窝的实话，你听了别生气。刘建国这个人，他骨子里就不是个良配。你知不知道，他跟隔壁村那个姓王的寡妇，这些年一直藕断丝连，压根就没断干净。有阳，这个我知道，那都是多少年前的老黄历了。年轻的时候他确实混，干过不要脸的事儿。但自打那次被你爸抓到之后，这些年他一直在家里本本分分的。王寡妇那边我心里有数，你今天别拿这个脏水来说事儿。你心里有数？小姑，你那是死死护着你自个儿的那层烂皮面子。你以为他当年被我爸抓到之后就收了心？你以为他天天窝在那个臭气熏天的猪圈里就真的改邪归正了？那不然呢？有良，你大伯当年已经替我出过气了，如今你还要把这陈年烂谷子的脏水泼到我脸上，非要逼得我连这个家都过不下去，你才甘心是不是？陈有良，你笑什么？你觉得作践你小姑很好玩是不是？小姑，我只是给你提个醒，你信或者不信那是你自己的事儿。我陈有良顶天立地，还沦落不到要拿这点裤裆里的脏事儿来对付他刘建国。
我说这话只有一个意思，你值得过得比现在好一点。地契的事，我绝对不会就这么算了。他刘建国强占的是我们陈家的祖产，是我爸留给我最后的底子，说什么我都要一两不差的拿回来。但是小姑，我今天只要求你一件事，不管接下来的3天会发生什么，你给我站在正中间，闭上眼闭上嘴，绝对不要替他刘建国去挡。他做了什么恶，就让他自己去承担什么果。这件事打今儿起跟你没半点关系。有良啊，你这让小姑怎么站中间啊？我是他老婆啊，老天爷定下的两口子，我能眼睁睁看着他去死吗？你是我小姑，你是我爸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妹妹，你给我记住了，你先是陈家的女儿，你是陈文秀，然后你才是刘建国的老婆。站住！去哪儿了？出去走走。走走？你一个人天不亮就从这扇门里溜出去，到这时候天黑透了才死回来。陈文秀，你这脚板子是铁打的，走能走整整1天。你去找陈有常了是不是？你们姑侄俩想要合伙对付我？你跟他说了什么？没说什么，我就是去劝他，我让他看在我的面子上，看在长辈的面子上，千万别去县里公家捅娄子。就这些，没别的了？就这些。这他妈是什么？陈文秀，你长本事了啊！背着老子攒了这么多私房钱，你今儿拿着这些钱跑去孝敬那死崽子？那是我自己喂鸡卖干菜1分1厘攒下来的，我是想拿着这笔钱去帮忙把有良他爸的地契给赎回来。那死崽子竟然没赎，没收，他把我推出来了。没收？哼，他陈有良现在穷的也不比我们好多少，瞧见真金白银能不咬钩？文秀，你老老实实给我交个底，你今晚进他那个破屋，真就只待了这么一小会儿？你没背着我把咱家猪场圈里的账目私底下漏给他？我生是刘家的人，死是刘家的鬼。我要是真想跟他联手害你，今晚老娘压根就不会回这个大院。那死小子临了还说了什么没有？他说3天的期限不变，3天见不到地契，咱家的猪场也别想开了。行了，赶紧过来坐下吃饭。大清早我刚熬的，特意给你多盛了点米汤。坐，咱2口子说点贴心话。地契那事儿，我昨晚上一个人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想了整整1夜，不能真让有良去县里闹。这真要是闹到了公家，咱家强儿今年正是要紧的时候，在学校里要是传出他爹妈犯了法，那孩子在同学面前还怎么抬得起头？那是要戳脊梁骨的。我昨晚厚着脸皮去外头找过路的熟人，死活先借了一笔现钱，够先把地契从县里高利贷那儿赎回来了。你找谁借的？谁能在半夜借你这么多现钱？哎呀，你妇道人家打听那么多干啥？你管他是谁呢？反正老子把钱戳到人家鼻尖上了，能把眼前的死线平了，把这件事彻底了结，不就行了？不过光把地契赎回来，咱家这日子还是死水一滩。你仔细想想，猪场现在亏得连底裤都不剩了，要想把窟窿彻底补上，把亏进去的冤枉钱赚回来，只有一条道，得把栏里剩下的活猪养肥养壮。之前那批饲料是我为了省几个子儿，背着你弄的烂煤料，结果吃出了大毛病。这回咱绝不能在饲料上省钱了。钱主任那边的2道贩夫路子彻底死了，我打算今天直接去县城国营大饲料厂拿货，那儿的料价格是贵，但猪吃了长得结实，出栏能提早大半个月。那要多少钱？加上赎地契借来的那笔，手头上还差整整这个数。你昨晚借来的钱不够？够是够，但做生意手里得留点活钱周转，哪能把所有的钱死死压在一件事上？文秀，昨天你拿出来那一包私房钱我都瞧见了，你放着也是放着，不如现在拿出来借给我，咱们2口子齐心协力，先把眼前这个天大的坎儿给迈过去。文秀，我知道你心里憋着大火，这段时间我确实干了不上道对不住你的糊涂事儿，但你给儿子往后想想，咱家强儿马上就要考大学了，那可是文曲星下凡，考上了要去大城里念书，那学费伙食费哪一样不是一沓沓的大团结往外甩？咱们现在不拼了命把猪场拉扯起来，到时候拿什么去供他念书？
真要是耽误强儿的前途，咱们当爹妈的那才是造了10辈子孽，彻底完了。你这辈子在村里抬不起头，不就盼着有个出息的儿子，以后能去城里享福吗？文秀，眼下这个家垮不垮，就全指望你帮我死死撑这一把了。行了，你在家老老实实等我的好消息，老子这就去把正事办了。小娟儿，我的亲心肝，快瞧瞧，老子今儿大清早给你带了什么绝顶的好宝贝过来。哟，刘建国，你今儿个是去哪里发了这笔横财？先前催你给儿子寄下个月的伙食大洋，你天天跟老子哭穷，今儿怎么这么大方了？老子发什么横财？这全是从家里那个死老太婆陈文修那个蠢货的箱底木板下面生生给刨出来的血汗大洋。有良，瞧瞧这是啥？地契，老子一分不少，原封不动的从县里给你赎回来了。哪来的钱？瞧你这话问的，我当姑父的还能没点路子？我自己想办法跟县里的朋友借的。你别管这钱是从哪儿掏出来的，反正如今地契回到了你手上，咱们两口子和你的这桩烂账就算彻底了结了。刘建国，我问你，这钱到底是向谁借的？陈有良，你老盯着借钱的事儿干啥啊？地契不是给你放在桌子上了吗？姑父今天亲自提着肉上门，是想跟你掏心窝子，说句亮堂话。咱们毕竟是骨肉至亲，为了这点地皮的事儿，在村里闹得红鼻子绿眼睛的，传出去让外人看笑话，不值当。之前挪用地契是姑父急糊涂了，做的不妥。但往后咱们打断骨头连着筋，还是一家人。你要是还想回猪场，大门随时开着。往后不过还是得按劳分配，我7你3，怎么样？回猪场的事儿就算了，这钱是高利贷吧？老瘸子那边来的。姑父，我只想知道你这次在外面借高利贷的事儿，我小姑陈文秀她知道吗？我大老爷们儿在外面跟人接济，跟文秀一个妇道人家有啥关系？不过我也是和他说了，他支持我，反正慢慢还就行了。我希望你说的是真话。地契的事儿，看到我小姑的份上，到这里我不追了。但姑父，我今天有一句话，必须跟你在这张桌子上说清楚。哼，行，你说，我听着。我小姑这辈子跟着你过日子，到底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你自己心里比谁都清楚。但你给老子记住了，从今往后，你要是再敢做出任何一件对不起他的事儿，不管是背着他去借要人命的黑钱，还是动拳脚，或者是别的任何下三滥的勾当，只要让我陈有良知道了，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你瞧你，大白天整这出吓唬谁呢？我和你小姑风风雨雨两口子过了几十年了，老子还能把自己的亲媳妇给亏待了不成？你把心放回肚子里，这种生分事儿往后绝对不会有。我记住你今天说的话了，你走吧。哼。文秀，文秀，你快出来！我有天大的事跟你合计。文秀，今儿大中午的，我把热脸彻底贴到那死崽子的冷屁股上了。地契，我一分不少的还到他手心里了。脸面，老子活了半辈子，今儿算是彻底踩在泥里了。话也说软了，头也低了。结果你知道陈有良那畜生冲我说啥不？他说，猪场往后的死活跟他没半个子儿的关系。地契他拿走了。往后桥归桥，路归路，各走各的死路。我当时拉着他的手说，咱们到底是一家人，有话好商量。他倒好，连个正眼都没瞧我，就要赶我走。文秀啊，你拿心窝子疼了这么多年的亲侄子，现在的眼眶里压根就没装这个家。咱们毕竟把他踢出猪场了，也干了对不起他的事情，他就是嘴巴不饶人。
你当他拿着那张地契，真是去挖什么劳狮子的鱼塘养鱼？市场就这么大，他把鱼塘挖起来，以后把鱼卖给谁？县里的大食堂，那原先可都是咱们猪场最大的主顾。你说的有道理，他搞这个鱼塘是在和我们抢生意，这孩子怎么就非要和我们作对呢？还有，他今儿在桌子上明晃晃的威胁我，说要是老子以后再干出半件对不起你的事儿，他就亲手把我送进县里的大牢。文秀，你摸着自己的良心听听，这叫人话吗？什么叫对不起你？我这些年什么时候亏待过你？他今儿说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是在骂我不配当你的汉子，还是在指着你的鼻子说你陈文秀这辈子瞎了狗眼，跟错了男人？他这不是在疼你这个小姑，他是要挑唆的你跟我离心离德，两口子彻底反目成仇啊！有良长大了，也真的变了。文秀，我知道你心里向着他，他是你亲哥留下的独苗，你心里有感情，长辈疼晚辈，我懂。可你现在把眼睁开，看看咱们这个家现在都成了啥样了？明天喂猪的饲料钱到现在还没个着落，防疫站前天压过来那张200块的罚单还没结清，这个家已经到了要人命的悬崖边上了。他陈友良作为亲侄子，在这个时候不说是掏出一个子儿帮一把，反倒是跑来要地契，说风凉话，还指着我的鼻子威胁我。你告诉我，他是在帮这个家，还是躲在大门外头，诚心在看咱们这两口子的天大笑话？文秀，我知道你这些年跟着我，受了天大的委屈。可你想想，咱们两口子现在坐着的这条船，它底下已经漏了水了。他陈友良站在岸上站着说话不腰疼，他不需要管这条破船漏不漏，他有他的优质鱼塘，他有他进城的大路。可咱们呢？咱们除了这个臭烘烘的猪场，这辈子手里还剩个啥？你是他亲小姑，他嘴里吐个唾沫你都当成是圣旨，但有一句话你给老子死死记在脑子里，他有梁姓陈，你也姓陈。可你在这个屋里伺候了我几十年了，这个家今儿要是彻底垮了，你陈文秀第一个跟着踏进去死无葬身之地。这个家要是撑住了，你往后在这村里才有块站脚的地方。他陈友良再能耐，也绝对不会替你撑起头顶上这片天的。有良，你这阵仗搞得挺吓人啊！长辈坐在家里，心里横竖还是替你捏着一把冷汗。有良，你这鱼塘现在看起来是挺唬人，可这8字还没一撇呢。临县的优质鱼苗是多少大洋？雇这帮工开山修护坡，每天要结多少工钱？这一进一出的流水算下来，那可绝不是个小数目。万一，姑父是说万一啊，这鱼养到半年突发了问题死绝了，或者到秋后你卖不出去砸在手里了，你一个人金光担子扛得住吗？我自己算过账，不劳费心。自己算账？哼，年轻人火气旺是好事儿，但做生意不能光凭一腔子热血。听姑父一句劝，别到时候亏得连裤子都没得穿，可别怪姑父不帮你。有良，你姑父也是好心，他今儿大清早瞧见你这边动工，大老远的非要过来瞧瞧，说是怕你吃了外乡人的亏。要不你先听听他的经验，他在县里好歹跑了这么些年的肉市。经验是去县城大集上倒卖温死猪肉，被防疫站当场贴封条的经验吗？有良，姑父今儿站在这大日头底下跟你扯这些，是真心实在在替你爸替你往后着想啊。当年你爸帮了我们刘家那么大的忙，我刘建国算是畜生，心里也死死记着这份恩情。你是他唯一的骨肉，我做长辈的能眼睁睁看着你一个人在外头瞎折腾，把血汗钱全打了水漂。这样，你今儿就跟小姑父回猪场，分成的事儿，姑父这回吐个血，咱们6-4分成，怎么样？不用了，姑父。有良，你姑父说的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这养鱼的事儿风险实在是太大了，要是中途水质出了啥问题，你一个人倾家荡产也赔不起。小姑，今儿出门来这儿之前，是谁跟你说要你来的？
小姑，我前天晚上在木桌上跟你说的那些话，你心里还记着吗？我记得。那你现在站在这里，跟着他一句一喝的来劝我，说明我当初掏心窝子说给你听的那些话，你压根就没往心里放。陈友良，你跟长辈说话这叫什么态度？你小姑今儿顶着大太阳来劝你，那全是好心。你这小姑，我不怪你，但我希望你明白，我前天晚上有些话是说给你的，不是让别人拿来当枪使、当话筒转。行了行了，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友良，你既然有了通天的大本事，当初夫的也不多废话了。哼，今儿就是来看看，往后要是赔得精光要饭了，随时回猪场开口就是。走。有良，刚才那俩是你家里人？我小姑和姑父。我瞧着那胖子眼珠子乱转，可不像是来道喜的，倒像是黄鼠狼，来者不善啊！你往后可得留个心眼儿。通知所有人，明天一早正式合闸放水进塘。手脚都放利索点儿，鲫鱼苗交贵，离了氧气活不过半个时辰。二组的把削皮管子接口给我死死扎紧了，一滴水也别往外漏，动作快。数量对，记上了。有良，钱主任托人给你带的口信儿，县里那几家大单位的食堂对这批甲鱼有长期的死需求，让你养起来了，先去打个招呼，有多少要多少，货绝不愁卖。李哥、张哥，你们两个从今天起别去大塘捞浮萍了，24小时给老子死死守在这1亩3分地上。除了我村里任何一个人，尤其是刘建国那个死胖子和王寡妇那条线的人，要是敢往这湖泊边上蹭一下，直接用铁锹给老子往死里轰。出了天大的事儿，我陈友良一个人搁这儿顶着。哟，这不是有良兄弟的姑父吗？今儿大清早的，什么天大的风把您老人家给吹到我这小庙里来了？周老板，您真是好记性。今儿来，不瞒您说，是家里出了点急事儿，特意来求您赏口饭吃。我那猪场栏里剩下的几十头大肥猪，今儿个全出栏了。您看能不能抬抬贵手，把这批货全给收了？价格方面，您老人家说了算，只要您点头，我亏本都认。老哥，按理说，看在有良兄弟的那一层天大的面子上，我怎么着也得拉你一把。可你在县城西集上卖死猪、病猪肉的事儿，我这耳朵还没聋，前天就提前耳闻了。当时人家防疫站的封条把你的猪圈门都给封死了，闹得满城风雨的。老哥，你自个儿拍着胸口想想，有良兄弟在县里好不容易立起来的陈家金字招牌，都跟着让你这几块烂肉给砸得一文不值，干干净净。哼，话虽说的不好听，但我开门做生意得讲个死理儿。不是我老周今儿个不念旧情帮你的忙，是我要是破例收了你刘建国的这批猪，明天一早我拿什么脸去跟县城那几家大单位的食堂老主顾交代？我这铺子还怎么开下去？一滴老鼠屎坏了一整锅好粥的浅显道理，你活了半辈子，不会到了今天还不懂吧？你呀，赶紧另请高明去吧。不要！他们凭什么说不要？以往咱们猪场出栏的肥猪，除了老子自己去集市上摆摊卖，剩下的全他妈是走县上肉食的统销。年年现在这个时候都是这条铁路子，他今天活口白牙一撅屁股说收不到了，凭什么？之前集市上卖病猪死猪的事儿，整个县里肉市的人全知道了。那是之前，现在圈里栏里躺着这几头，那是老子用借来的大洋去国营厂买的优质好料喂出来的，干干净净，跟之前那批温货有什么干系？县里那帮公家的王八蛋，连捡都不捡，看都不来看一眼，就一句话说不收。
这天底下有这样的道理吗？检验证明得去县防疫件开。上次防疫件押过来的那张200块的罚单钱，你到现在都还没结清。老子知道，老子用得着你这个败家老娘们在这教训我？问题是圈里这几头活猪要是再卖不掉，城里那帮进苗的贩子今晚就能拿刀放了我的血。上次猪苗的欠款老子还没清干净，人家这2天已经上门催了2回了。高利贷老瘸子的利息明天一早就要利滚利，我总不能……文秀，你过来，这样耗下去不行了。县里的肉事不点头，好好的肥猪只能烂在圈里，要不了3天，催债的把大门一砸，咱们这个猪场连带着这间屋子全得给老子垮掉。那能怎么办？陈友良在熟地搞的那个大鱼塘，这几天刚放了水，进了苗，正是满村雇人到处缺帮工的时候。你今儿收拾收拾，去他那边帮着打打杂，挣点现钱回来。眼下这节骨眼多一个子儿，家里也能多少贴补一点。那猪场圈里的活计，你一个人能忙得过来？没事儿，我最近托了外头的关系，找了几个道上的力所帮手，过2天就进场。你这段时间在猪圈里也累得够呛，有粮的鱼塘的活计，无非就是拔拔草扔点料，比伺候这帮畜生省力多了。你去他那边全当是歇歇脚，顺带挣几个现钱。该记的公秒别差，每天日结，跟旁人一模一样，一视同仁。猪场那边最近怎么样了？难呢。你姑父这个人，这几天整个人都快要生愁坏了。每天天不亮就起，黑透了才回来，起早贪黑的忙。他到处去县里低头求人，厚着脸皮去找那些10几年的老朋友、老关系想办法，碰了一鼻子的灰。有良啊，我天天在这个屋里看着他，这心里头真是一刀一刀的揪着痛啊。有良，今天能不能早点放小姑走？今儿是你姑父50岁的生日，我得赶紧去村头打2斤菇酒，回去整2个像样的菜，好歹是个正经日子，总不能过得太寒碜了，让他心里更堵。行，这些是你这几天的工钱，拿着吧。姐，建国，这是怎么回事？瞧你大惊小怪的样，你想哪儿去了？王娟今儿大下午的过来，是来咱家帮忙的。你最近不是去有良的大鱼塘挣工钱去了吗？猪场里里外外几10头活猪，每天剁饲料清泔水，老子一个人1双手怎么忙得过来？我这才托人把王娟请来搭把手。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清清白白，没别的东西，你少在心眼里瞎琢磨。哎呀，嫂子，你可千万别误会，我真是来家里帮忙干苦力的。我们孤儿寡母这些年待在隔壁村，多亏了建国哥平日里前后的死力照应，这份恩情我王娟死也忘不了。如今瞧着建国哥的猪场遇到了难处，天大的坎儿摆在跟前，我们做人得讲究个投桃报李嘛，怎么能不来搭把手？嫂子，你心思重，可千万别往那龌龊地方想。要是今儿我站在这儿，让你心里实在不舒服了，得，我现在就走，1秒钟也不搁着。文秀，你要是打心眼里介意王娟在这儿，得，听你的。我现在就让王娟收拾东西回隔壁村去，帮忙剁料的杂工，我再另外托人找。你是我明媒正娶合法的老婆，在这个屋里你不高兴，那什么天大的事都好说。就是你自个儿也知道，现在猪场是个什么要人命的情况，我一个人2只手确实是要撑不住垮掉了。我和建国路上遇见，他也和我说了相关情况，我才过来帮忙的。嫂子，你可要理解理解自己的男人啊，不像我，想疼男人都没有人可以疼了。
今天是你生日，我先去做饭。刘建国，哎呦，你跟老子交个底！老娘到底还要忍那个死老太忍这个陈文尚多久啊？我17岁就跟了你，没名没分的等了你多少年了？你心里头到底有没有个死数？咱的儿子眼看着今年就要大学毕业了，要去大城里进公家做办公室，要在人前挺着胸脯站着。可他到现在在村里连个正经老子都没有。我不说我自己受的那些天大委屈，我绝不能让我儿子以后走在街上被人戳着脊梁骨骂他是个没爹的野种。我去，呸！满村子里算计，到头来横竖还是你这个老东西最坏。有良兄弟，你这批货真是不赖，分量给的足，鱼鳞连个破损都没有。今儿这几百斤我全拉走了，过几天第2批出塘，你直接往我们食堂后门送，咱们往后死死合作，长期走货。成，周师傅您放心，我陈有良在这片熟地上刨食，规矩2个字儿，绝不掉在地上。有良，钱主任那边又有消息了，县里那几个大单位的头头提前打了招呼，说只要你那1亩塘的甲鱼一成熟，他们有多少拨多少，全要。李哥，把小姑手里的重活卸了，明天让她去东南角守着甲鱼苗，拿网兜捞捞浮蚨就行。成，听你的。小姑，今儿的工钱1分不少，你干活踏实，明天换个轻快营生，工钱照旧。哎，听你的，有良。文秀，大老远的瞧见你，我今儿特意推了车子来接你回家。你来干啥？瞧你这话说的，你是老子明媒正娶的老婆，我当汉子的下地接过媳妇儿，那不是天经地义。走，咱2口子一边走一边说。文秀，你在这湿地鱼塘也干了足足有4、5天了，我问你，有良那死崽子平时在塘边对你还好吧？你到底想说什么？他陈有良再能耐，在县里路再野，他骨子里横竖也姓陈。你是他亲大伯留下的唯一一个亲小姑，你们叔侄之间几10年的血脉情分，那可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文秀啊，我不瞒你，咱家猪场圈里躺着的那几10头大肥猪，这几天要是再卖不出，猪场就要关门大吉了。刘建国，绕了这么大一圈，你今儿晚上来接我，是想让我去求有良帮你的猪场卖肉？什么叫求？那能叫求吗？2口子说话别整得那么难听，我那是让你去跟他通个气儿说说情。你天天在塘边看着他陈有良现在在县里大食堂几家公家单位的路子拖得有多狂多野，只要他陈有良愿意在跟公家交货的时候顺嘴提一句，把咱们猪场圈里那些上好的肥猪肉搭着他养鱼的渠道一起卖给县里，咱们不白让他忙活，老子做主，给他提成，给他2成的红利，这往后在村里2家并成1家发财，这不是皆大欢喜2全其美的好事吗？这个口我开不了，你自己干出来的那些烂账自己去评。开不了口，陈文秀，你摸着你自个儿的胸口想想，现在家里是个什么要人命的火烧眉毛情况？债主拿着刀天天在猪圈门口转悠，这批肥猪要是砸在手里烂了臭了，老子今生就彻底玩完了。文秀啊，算我求你行不行？你只要去他跟前说一声，不用你给他下跪低头，就是顺嘴通个气儿。他陈有良的孩子，终归是你亲哥哥在这世上留下来的唯一一滴骨血呀。你过去拍着胸口哭2声，他做晚辈的难道还真能眼睁睁地看着咱们这2个老骨头被关进去吗？你想想儿子的前途也要受影响啊，他才高中，你想让全学校的人都知道他父母是个老赖吗？有良，你姑父昨儿在田埂上把我堵住了，他让我转个话给你，他想让你在跟县城大食堂交鱼货的时候顺嘴提一句，把猪场栏里剩下的那几10头大肥猪搭着你养鱼的铁回道一起卖给公家。他说不让你白忙活，只要事情办成了，他做主，当场给你提出2成的红利。你要是不方便，就当小姑今晚在这儿放了个屁，千万别往心里去。猪肉的死活我帮不上忙，我的渠道是县城水产科和单位大食堂，专门走的是活鱼水产。他刘建国那几头烂猪要是强行搭着我的渠道塞进去，公家不仅1斤都不会收，明天一早连我陈有良在这熟地上好不容易出来的金字招牌都得跟着一起砸个精光。这不是我当晚辈的不愿意抬手拉亲戚2把，是这件事在公家的规矩里本身就是一条死路，根本走不通。我知道了，有良，小姑不让你为难，我明早回去原话堵他的嘴。小姑，你等等。小姑，我今儿开门见山告诉你，
刘建国的钱那是借的隔壁村老瘸子的阎王账，那笔黑钱估计早就过期很久了。就凭他刘建国那破猪场里躺着的30几头烂肥猪，今儿个就算你把他们连皮带骨全拿到县城卖成现钱，也连老噱头的一半利息都生生填不上。听侄子一句劝，明儿一早你拿着户口本去县里把这婚给我离了，跟他断得干干净净。往后他刘建国是死是活，是被债主卸了大腿，还是沉了河，跟咱们陈家没半个子的关系。离婚？我都50岁的人了，跟了他大半辈子，怎么离得了啊？猪场要是垮了，债主找上门，大不了老娘陪着他一起用一根绳子吊死在大门口。陈文秀，老子在旁边听了半天，你这张烂嘴还真是比茅坑里的石头还要硬。你死不离婚是吧？得，我今就和你好好说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今天上午，隔壁村的老刘家的大孙子突发了高烧，大清早火急火燎的把老子请去住诊。我背着药箱看完病出来，顺着那条偏僻的后山土路往回走，路过村尾一户独门独户、长满了荒草的破厨房门口时，老子冷不丁瞧见刘建国那辆车杠上掉了漆的28大杠自行车就明晃晃的戳在人家大门口呢。我当时也没往那脏地方想，以为他是去那户人家买丝丝料，口渴的厉害，就顺手推开那院门，想进去讨口井水喝。结果老子刚走到堂屋里的那扇破窗户根底下，这招子一抬，刚好顺着那煤糊严实的窗户缝，瞧见了里面最不该瞧见的脏东西。刘建国那个挨千刀的死胖子，正跟隔壁村那个穿得花里胡哨的王寡妇，两个人连衣服都没穿利索，在大白天嘶抱在一条土炕上啃呢。他一边抱着那野娘们，嘴里还一边嚷嚷着说你今早给他的藏箱底的养老钱，他一转手就贴在了王寡妇的热炕头上。你天天在猪圈里闻泔水味，隔壁村那个出息的大学生王强，那是他跟野女人在外面下的私生死啊！刘建国，少他妈在这跟老子装聋作哑！上次你进那几十头猪苗的钱款，老子前后登门催了你多少回了？今儿个是最后死线，今天必须给老子把大洋结清！两位兄弟，两位大老板，抬抬手，再宽限兄弟个3、5天行不行？我这圈里全是上好的出栏肥猪，我这几天正在跟县城大食堂和有粮的大渠道跑销路呢。只要那边一落笔，猪肉一卖出去，我砸锅卖铁第一个还你们的账。不等了！你那张烂嘴从开春念叨到入夏，没半句死真话。老子今儿个来就没打算空着手回去。饶命啊，两位爷，别打了，别打了，要出人命了！刘建国，今儿这2头活畜生，老子先拉走抵掉点利息，剩下的完款，后天一早，老子要是见不到钱，直接卸你2条大腿！文秀，文秀，你还死站在那儿干啥？赶紧过来，赶紧过来拉老子一把，拉我起来！有良呢？你前天傍晚去鱼塘找那死饺子，他到底答应了没有？他那销售大轨道到底能不能把咱们圈里的肥猪肉一起塞进公家大食堂？你倒是快说呀！建国，你和王娟在隔壁村后山那间破厨房里的脏事儿，今天中午老周已经全部跟我说了。文秀，你听我解释，那都是老周那个死庸医吃饱了撑的，在满村里放狗屁作践我，我和王娟那是清清白白。刘建国，明天一早，咱们去县里把这婚离了。离婚？你疯了？你已经50岁了，你要跟老子离婚？陈文秀，你是不是听了陈有良那死崽子的挑唆？我陈文秀当牛做马伺候了你30年，养老钱都被你骗过去贴了人家的热炕头，你还有脸跟我说有良在挑唆？我承认我糊涂，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和我离婚啊！离了婚，咱儿子的学还上不上了？你就算不心疼我，你难道连自己的亲儿子都不顾了吗？是吗？你还顾得上和我的儿子呢？刘建国，你到了这个份上，还要跟老娘演戏？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些年咱们的儿子在学校省吃俭用，连校服都舍不得换新的。再看看王寡妇的儿子王强，不，应该叫刘强才对。文秀，你怎么知道的？你瞅瞅这上面白纸黑字写的是个啥？去年1整年，你往城里给那野种汇了整整4回钱，一回就是20块，
又是买皮鞋，又是添置自行车。可我的儿子呢？他大冬天在学校里冻得手上全是冻疮，写信回来管你要5毛钱买冻疮膏，你生生把他骂了半个钟头，说他是讨债的鬼。那不是咱儿子才上高中吗？不能养成铺张浪费的习惯。文秀，你心肠最软了，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咱不离行不？哟，刘建国，你今儿大清早这是唱的哪一出大戏啊？堂堂一个大老爷们儿，给个要人老珠黄的死老太婆跪地求饶，你刘家的脸面还要不要了？文秀她要闹离婚呢，别来添乱。离婚？陈文秀，你这死脑筋总算是开了一回窍啊！个不要脸的狐狸精，你瞒着老娘偷了20年的汉子，今儿个还敢来我家嚣张！呸！陈文秀，你照照镜子瞅瞅你自己那张老脸，蜡黄的跟个死干菜似的。建国哥这些年要不是为了这几头猪能在这个臭气熏天的屋里多待1秒钟，我不怕实话告诉你，今儿个我连咱们强儿的出生证明和户口本都带在身上。你今儿既然要把这位置让出来，成啊，咱们正好一并去县里的民政局。你陈文秀在左边办离婚证明，老娘和建国哥在右边当场就把结婚证书给扯了。往后这刘家和那30几头肥猪可就全由我王娟说了算了。算了，陈文秀，这婚是你要离的，你也别觉得老子亏欠你。你既然要把事情做绝，成，明儿一早咱就去县里把手续办了。你别想好过，这屋子的家当1分大洋，你也别想从老子手里带走。好一个两全其美、双喜临门啊！刘建国、王娟儿，你们这对演员养的死算盘，算的是真精啊！离！明儿一早，咱们民政局大门口见。陈有良，你个死崽子怎么也跑来县里了？这是老子和陈文秀的家务事儿，民政局是答应公家的地方，轮不到你一个晚辈来这指手画脚。家务事儿？你逼着我亲小姑把藏箱底的血汗钱掏出来，去给这狐狸精花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这是家务事儿？这太阳都快爬到头顶上了，你还在这磨蹭个啥？你要是个痛快人，就赶紧把大门迈，别耽误了老娘和建国哥办喜事。离，这婚今天一定离。但进这道门把字签了之前，刘建国，咱们得把这30年的烂账当面算清楚。算账？老子跟你过30年，你吃我的住我的。现在是你在家里掀桌子，非要和老子闹离婚，你还好意思跟老子要钱？我今儿个把话明着拍在这儿，老子手里1分钱都没有。猪圈里那30几头肥猪，天天要吃要喝。你要是要钱，成啊！你把老子这2条大腿卸了，拿去县城肉市换大洋。就是，陈文秀，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瞅瞅你自个儿。这刘家的屋子和土场，往后那都是我们强儿的，你1毛钱都别想带走。刘建国，你给老子把狗眼睁大了！这是过去5年你那破猪场里里外外所有的经营流水，这上面白纸黑字记得清清楚楚。猪场经营失利，连年亏损，欠下高利贷老瘸子几千块阎王账的责任，全在你刘建国一个人1意孤行、好大喜功的肥脑门上。我小姑天天在猪圈里剁料清淡水，没花过你1个铜板。陈有良，你少拿这些破本子来吓唬人，没钱就是没钱。这婚离了也是建国哥一净身出户，你们陈家能拿我们怎么着？王娟儿，你今儿个连户口本都带在身上，是急着要和这死胖子扯结婚证是吧？成啊！这是过去13年里，刘建国瞒着我小姑，偷偷摸摸往你和你那个私生子刘强手里汇的每一笔钱，这全是我小姑和她的夫妻共同财产，这钱你必须还回来。今天这婚事离定了，刘建国拿不出赔偿，那就由你王娟把你兜里这13年来吃进去的血汗钱1分不少，连本带利给我生生吐出来。刘建国，你个爱切刀的死胖子，你跟老娘交个底儿！这死崽子说的是不是真的？你那猪场是不是早就垮了，真的一文不值了？你还在外面欠了高利贷！你听我解释，那高利贷的事情我能平，咱们今儿先把结婚证扯了再说。呸！老娘17岁就跟了你，没名没分的等了你这么些年，你到头来不仅是个连头活猪都保不住的穷光蛋，还想让老娘替你背高利贷的阎王债，把我的私房钱刀都吐出来，扯证！老娘今儿个要是跟你进了这大门，我就是全天下第1号的大傻子！刘建国，你给老娘听清楚了，
从今往后在大路上碰到了你，少跟老娘套近乎。乔二姓王，他没你这个连裤子都要亏掉的死老子，这婚老娘不结了。有良，咱们走。刘建国还不进来办手续？哎，小姑，陈家的门往后永远给你敞开着。大姐，今儿这日头好，您歇会儿，剩下的浮萍等下午哥几个顺手就捞了。不碍事，老胳膊老腿的，多动弹多动才舒服。你们把那几筐料卸在东南角就行，待会儿有良要过去核数。小姑，快瞧瞧这几只老货，在黑泥里养的真是不赖，沉甸甸的坠手。哟，这成色在县城大集上，那可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好货。有良，今儿是有大主顾要来堂边替货吗？不卖，这几只最好的，老子特意给留下来了。算算日子，堂弟下周也该从学校放假回来了。他在城里读书肯定辛苦费脑子，等他一进家门，你就用这大甲鱼和黄鳝给他炖一锅浓浓的鲜汤，好好补一补身子。有良，你还惦记着那孩子呢，他身上好歹还流着刘建国的血。当初刘建国这么作践你，你现在却对这孩子，小姑心里当真是受之有愧啊。小姑，刘建国是刘建国，他是遭了天谴活该，但堂弟是你10月怀胎掉下的一块肉，他身上也流着咱们陈家的血，他心思正，读书又争气，我这个当堂哥的供他读完大学那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往后以前那些脏事儿，咱们在家里谁也别再提了。小姑听你的，往后绝不提了。小姑，我今儿大清早跟县城水产科的钱主任通过气儿了，咱们这第一批草鱼和鲢鱼在公家食堂卖的极好，尾款明天就能结清。好，大哥在酒泉底下瞧见了，定能合上眼了。还有个正事儿，小姑，我跟慧慧商量过了，明儿一早我想请你当家里的长辈，陪着我一起备齐了厚礼，正大光明的去慧慧家提亲，把这正经的婚事给定了。有良，提到成亲，小姑这心里就跟刀扎一样。当年要不是我糊涂，听了刘建国的邪说，把你从咱自家做起来的猪场里生生踢出来，你和慧慧的这门亲事也不至于耽误了这么久。妈，哥，我放假回来了。回来就好。有良哥，文秀姑姑，今儿个我刚走到村口，正好遇见堂弟坐着县城的班车回来，我就顺道给你们接到堂边来了。哎呀，我的儿，你可算回来了，让妈瞧瞧，城里伙食不好吧？怎么又瘦了？哥，我这次期末大考拿了全校第1名，奖学金有10块呢。好小子，不愧是我们陈家塞出来的种，没给你哥我丢人。大姑，您今儿个可不兴盛在流猫尿了，刚才有良哥还念叨着明儿要去我家提亲呢，堂弟今儿又拿了全校第1，咱们可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两全其美的大喜事儿。